这日子就是不过了。你说就是一个猪跟一个鱼，它怎么能在一起？这个猪跟这个鱼，这辈子都不可能相遇。这个鱼要是跟鸡腿似的，跟鸡腿似的啊，它没刺儿，它一下来就是一大口全是鱼肉。这个鱼味儿做了主，要么就是他们家改良了，比别人那口感好。等后面再有机会到，我一定会再来武汉。好了，小伙伴，这最近啊拍长江吃饭故事，这又经过武汉。其实我们的老粉啊，这都知道，每次经过武汉，我的心情都会很复杂。所以这次啊，经过武汉的时候，我打算再来原来吃过这小店看一看。但这次有一个特别让我惊喜的发现是啥呢？就是这个高德啊，它出了一个叫高德扫街榜。它这个扫街榜啊，它跟一般的这个点评它不一样。2025年烟火小店，它是用这1.2亿人次的真实的这个行动数据啊，这个大家导航啊往这走的这个真实的行动数据排出来这么一个榜。然后我们当年吃的这个小店还真有上榜的，所以今儿我抓紧过去看一下。吃完这一顿呢，我们就走了，后面还得接着拍咱长江吃饭故事呢。这当年啊，我是2020年的大年初2到武汉的，所以对武汉的感情就是特别的不一样，这老粉都知道啊。哦，哎呦，这地方，哦，变了，这装修。哎，他家有个肥肠鱼，怎么不见了？肥肠鱼线上没有，线下单独给你下单。线上没有是吧？就是线下单独下单，就到这儿得跟你对暗号是吧？对。啊，那我要个肥肠鱼，啊，要个肥肠鱼。肥肠鱼。听说你们家还有个什么干炸藕丝？干煸藕丝。对，那个有吗？藕丝现在还有。干煸藕丝有。干煸藕丝还有是吧？来干煸藕丝。你家肥肠鱼现在不隐藏了？现在直接上菜单，因为之前一直也都在卖，后来就干脆就是很多人问，然后就上去了。哦。啊，再来个鱼泡烧牛腩。好，来，然后来个米饭。好。这是当时老板娘说的，哇，说这几个菜就是忙得过来就做，忙不过来就不做，啊。对，也是担心怕做不好，其实做不好的话，还不如不做。你看我这上次来不是这样，啥时候装修？对。其实很早就有装修那个想法了，很多老顾客也是说建议说还是翻新一下，因为太好吃环境也要稍微跟得上一点，然后我们就给它翻新了一下，在22年8月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就把它翻新了。哎呀，这今天点的菜少啊，就点了一个肥肠鱼。当年啊，他家这个还是隐藏菜单的，做得过来就做，做不过来就不做。那现在呢，在菜单上面，然后呢，点了个藕丝儿。这个热乎上，先吃，好吃。这属于湖北特色，就是藕丝裹着咸蛋黄，弄着这个干辣椒跟这个小葱还有花椒。麻辣，然后甜，很香。你这个就吃了停不下来。当年开这家店的时候，小花还没来我们公司啊。怼咱俩来了，还有谁来着？哦，小潘。我们也过来了。当时怼在这儿，我买了个莲蓬给他吃，怼就肿了。这个怼啊，他身为一个烟台人，他没有吃过莲蓬，他把莲子抠下来之后带着皮就吃下去了。他变成绿巨人之后，都走在武汉的街头，他造成了相当的恐慌。大家都觉得我去，这病毒变异了是吧？
后来我们就一直在不停的在给大家解释，然后说不是他就是吃了个莲子过敏了。然后武汉人就说吃莲子还有人过敏，你火星来了。这2年你也肿了啊！5年了，但这5年我其实没怎么来武汉，但是这次一来的时候情绪还是非常激动。5年前2020年那会儿是大年初2，这几位老师都是去武汉的。Hello， 所以他们回来的时候设备也就都别带回来了，也就不用带回来了，直接就干到武汉来了，去给一个老爷爷送菜，然后一直干到解封。他现在已经开始提供堂食服务，但是呢，堂食的时候本来是非常热闹的吃小龙虾的状态，他已经生生的吃出了那种法式西餐的那种餐厅的感觉，就每个桌子都得隔1.5米左右，一张桌子最多4个人一起吃，整个的感觉还是有一些不一样，有一些紧张的。吃吧，干这个啊，还给我弄了个纸碗，武汉每天不一样啊，吃吧，啊，哦，这个肥肠鱼，这个肥肠是越吃越香。这口鱼，你们还记得这个店当年是谁给推荐的吗？我是个粉丝。对，咱 B 站现报，这个 B 站用户叫 B Starry Net。我刚才还去看这个号了，这个号从21年以后啊就没发过动态，可能已经是个死号了，也没充过电，但是还关注着我。哦，好吃，这个鱼味儿做了，要么就是他们家改良了。我觉得可能这2年来吃的多，是不是也有改良？比之前那个口感好。这点的这个鱼咕噜咕噜咕噜的，啊，我这就是对鱼一般，我对肉也一般。看这个肥肠啊，你看它里边灌的汤，你一嚼呲出来。还有花椒在里面，哇，花椒刺客藏在肥肠内，这比金科刺秦还狠呢。你这个镜头再深啊，就泡鱼里了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对，啊，哇，深那么近，你这一吃一个鸡蛋，我吃去，啊。而且这个家菜是这次新点的，叫牛腩炖鱼泡，先尝过鱼泡吧。而这鱼泡人忍的，这有嚼劲，好吃啊！哎，这个鱼泡好吃啊，尝尝牛肉，这太不错，蒜苔、鱼泡、牛腩，弄个辣椒，拌个米饭吃。哦，这几个菜统一的口感麻辣爽，但是这个藕丝啊裹了咸蛋黄，带着个甜。哎呀，这云山雾绕啊，这吃的，哎，你说这个鱼要是能跟鸡腿似的啊，它没刺儿，完了之后嗷嗷的就，哎呦，那就太厉害了。它米饭烧得很硬，颗粒感很强，烧得很硬，再硬点感觉都加上那种感觉，就配着这个菜吃，好吃。你看它里面还加了泡椒、白菜、豆皮，哎，豆皮好吃。我觉得这豆皮煮的特入味。太爽了，哇！感慨，你说这一晃都5年了，那5年前我还是翩翩一少年呢。我现在成啥了，小花？
年男子。奖金没了。5年后我还是翩翩一少年，这不你这点情商我司的人真的，咱司的人缺的是啥？咱司的人缺的就是情商。没变。你看，那我5年前来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进到方舱医院里面的人，叫记者。那会儿我们是第一个拍出来的。不过20年解封之后，我跟稳重跟小潘，当时我们又回了一次武汉，那次是坐高铁来的。然后当时就是稳重的任务是拍我全程下高铁之后的那种反应嘛。然后我当时下了高铁就哭了，就是那个眼泪是止不住的，就是因为现在我们5年过去了，然后从22年以来算3年过去了，大家不愿意再回想那些时候，但是在最早的那种，就是刚开始的这件事的时候，就那种惊心动魄，还是挺熬人的。所以当时我就下了火车之后，我就那个眼泪啊哗哗的就开始流，然后最后流完了吧，擦干了之后，就是我就一回头，我发现就稳重完全没看见我在哭，然后我也完全没开机，对，对，这就是稳重啊！你看我司了几个主要员工啊，对，然后再后来武汉就少了。这次拍《长江故事》路过来看这家店，这家店其实跟之前比的话，就是我记得原来来的时候是个特别破的一个店，就是一个自己家人在这炒菜的一个小破店，但是你看现在装修最起码变了。然后其实当年在武汉我交到了非常多的朋友，他们都是非常勇敢的人。当年生活在这里的人，这些亲历者，他们经历了这一遭之后，又重新开始面对生活。您这一天现在能送多少单？10几20单。您现在送这个害怕吗？怕呀，谁不怕呀？保命的呢。那要是送医院啥的，您去吗？好，新年快乐。首先，我特别害怕去跟他们去打招呼，因为我会觉得好像我在强调着什么，或者是好像我去见他们，就好像我要凸显我的作用一样，但其实根本不是我。当时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记录者，他们才是亲历者，然后他们现在在经历着自己新的生活，面对新的挑战，所以我会特别不忍心去打扰吧，就我不知道我去打扰的时候该说什么。但是看到他们那个样子的时候，就是我会有这种感受是，就你知道吗？就是其实英雄是在生活深处的，就是我们概念里的英雄好像关键时刻挺身而出，关键时刻怎样，但那其实可能只是一个英雄，但是在那个时候周围有非常多的普通的英雄，就是英雄是在生活深处的。这个在平凡中走来啊，这个呼啸一场，最后又平凡中离去。你可能在我们的普通生活里很难去想象，哦，原来这个人他曾经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所以这需要历史和记忆吧。就像那个当时那个小贝，这几天在武汉有一个开餐馆的小姐姐，在疫情爆发之后啊，他们一家人主动选择留下，而且呢开始给周边的医院送餐。你们现在一天做多少份盒饭？有时候做700-800，有时候前8份都做得满，反正基本上2只手都是用4-5只来用的那一种。问他我说最近怎么样？他说我就发了个微信，我没有说我要来，我就说最近怎么样？他说最近压力有点大，但是还在努力。你赔钱干这个事儿是图啥呢？不图啥呀，没图啥，因为那个什么呀，就觉得别人挺就是反正就自己觉得想做这个事儿，我只能做一部分的，可能太多的我做不了，我肯定不能做整个武汉市的，我只能提供就近的，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，没别的。对，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吧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看，我这一说吧，哇，不行，这个啊。
花椒卡嗓子眼子。你看这不好意思啊，你看我这一说吧，这吃着肥肠鱼，这弄得情绪比较激动。这小花听的，这刚才哇哇的哭，眼泪哗哗的从嘴里往下流，是吧？啊！对啊，我也眼睛是红了一下。但其实流的更多的是口水，我懂。那我真觉得就是吃这个肥肠鱼啊，鱼是次要的，肥肠才是主要的。镜头展示一下。就这个肥肠啊，这里面还带着这个汁儿，偶尔还夹一个花椒。这个鱼跟它在一起，那鱼就是个这个陪衬啊。啊，这还有点了迪吗？这个，你说这了迪吗？你说这个猪跟这个鱼这辈子都不可能相遇，但是因为这么一口锅，两个人相遇了，一个相逢就是一个故事，一个故事配一口米，这也是肝胆相照啊。我还是觉得就是肥肠比鱼好吃。肥肠比鱼好吃，肥肠这个也是我们选了很多家的肥肠，选了很多地方，就包括它里面的那个油，因为很多客人他比较在意，因为吃肥肠他就是怕里面那个油脂，然后就是基本上95%以上的油里面的油就要去掉。当时拍这个视频，当时我觉得我在视频里面也不知道自己竟然进入这个视频了，然后就可能状态不是很好。那时候是怀着我家老二，然后有5个多月吧，现在已经快5岁了，确实觉得时间过得挺快的。是，没事，你忙你的，你忙你的。好，这边2个米饭给咱上了没有？上了是吧？好。因为要拍长江吃饭故事，我们在武汉短暂中转便离开了。很开心有高德扫街榜这样的榜单，希望他们可以不忘初心，持续用大家导航的数据，真实的把努力经营的烟火小店展现给大家。这些小店多数不懂运作，也不懂中央厨房，更不懂标准化，他们或许一辈子都挣不到很多钱，但他们的努力值得被看见。尽管时间已经过去5年了，走进武汉与当年的种种擦肩而过，回忆依然历历在目。小花他们无法理解我的沉默，我也无法准确表达我的心绪，只是鼻子真的会酸。我没有去打扰任何一位当年的朋友，他们现在每个人都面对着生活中的种种琐事，样样烦恼。过去的已经过去了，该来的挑战一样都不会少来。蜻蜓点水的寒暄，除了创造情绪的起伏，并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。我只想站在远处，悄悄地告诉你们，看，真正的英雄就是这样的，他们就在千千万万的人群里。他们活过，他们活下来，他们会继续努力活着。これが東京。
他们生活挺魔幻。老铁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吧。我操！嘣！泰国人回国求的是什么？可以赚大钱。All out of this machine. We want to make motherfucking business. All right. 都是穷人，我也是。他这些大牌都是从哪买的？人口一说就往贵了吹啊！哎呀 ，fucking shoot！ 谁骑在狮子身上？哎，跟没film吗？我早想回家了。听了，天要台湾了，不要台独了。